在帮助匈奴刘氏平定了晋准之乱之后，石勒派人去给匈奴的皇帝刘耀要官，主要目的是想让刘耀帮他解锁赵王的爵位。结果刘耀本来答应封石勒为太宰、大将军，进爵赵王，临末了却又反悔了，撤回以上任命，气得石勒大骂：赵王也好，赵地也好，孤自己就能做，还用得着他封给我？但是怒斥归怒斥，石勒眼下还必须得跟刘耀谈笑风生，不能与匈奴人彻底翻脸，因为祖逖北伐已经快要打到他的家门口了。祖逖，范阳人，北方大族，世世代代都是2000石的高官。祖逖的父亲担任过司马炎的办公室主任。祖逖出生这一年，司马炎老先生刚刚篡逆登基，建立晋朝。可以说，祖逖是我晋根正苗红的好后生。生在新时代，长在大院里，殷实的氏族背景让祖家的几个儿子都性格豁达，才智双全。不过，父亲祖武在祖逖很年幼的时候就去世了。祖逖由于无人管束，不修边幅，渐渐的成了一个不良少年。他整天啥也不干，不拘小节，像个汉末以来的游侠一样，轻财重义，四处游荡，周济周围的贫困人家。因此，阿祖经常受到乡党宗族的点赞。再长大一点，祖逖就开始向往大城市的繁华了。在见识到洛阳的伟大之后，祖逖决心发奋读书，一边游学，一边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。在拒绝了孝廉、秀才的征辟之后，祖逖选择了司州主簿一职，在司隶校尉傅贤手下做事。自东汉以来，司隶校尉一职就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，而傅贤更是一位刚简有大节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担任主簿的时间里，祖逖遇到了一生之友刘琨。刘琨此时与祖逖一样担任司隶主簿一职，而且刘琨跟祖逖的祖纳哥哥有来往，因此呢，俩人很聊得来。在司州担任主簿的日子，是刘琨、祖逖最逍遥快乐的日子。两人互相探讨天下局势，每每座谈到深夜，甚至相互约定说，将来如果四海鼎沸，我们各为其主，逐鹿中原，到时候战场上相遇，也要互相退避三舍。包王之乱爆发之后，刘琨、祖逖确实是各为其主，但彼此之间却没有什么来往。等到俩人再次站在同一片战场的时候，却已经是神州陆沉，北国沦陷。祖逖跟刘琨在那时候南北相望，各自进行着艰难的抗击运动。16年的八王之乱败尽了司马家的命气，也沉沦了神州大地。公元311年，匈奴人攻陷洛阳，俘虏皇帝晋怀帝。中原沦陷，豪门也好，大族也好，官僚也好，自管仲九合诸侯1000年以来，中原毁于胡人之手，故国被蛮夷放火焚烧，皇帝被俘虏，这样的惊骇之事闻所未闻。因此，祖逖像其他晋朝衣冠人物一样，带领自己数百家宗族亲人加入了南迁逃亡的队伍。逃亡的路上，祖逖把车马让出来，和大家徒步行走，让老弱病残坐自己的车驾，还把衣服和药品分给百姓。南下路上困难重重，又有战乱和盗匪，祖逖自有权术谋略，又有豪侠气质，处理起这些问题来应对自如，渐渐地成为了这支流亡队伍的带头大哥。到达南方之后，司马睿注意到了这股力量，启用祖逖为徐州刺史，驻扎在京口及镇江市，拱卫南方都城建业的安全。时至今日，不光是北方陷入到巨大的困境当中，长江沿线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当时扬州境内收成不佳，灾荒难以度过，一路以来投靠祖逖的人都是猛捷勇士及盗匪豪侠，祖逖又把他们视为兄弟，所以缺衣少食的情况之下，祖逖的这些部下也会偶尔干上一票，抢劫商家富人的财物。祖逖呢，则会幽默地安慰他们：“你们又去南唐抢了一家伙啊！”当然，这算是祖逖先生唯一的一处黑点了。但是瑕不掩瑜，已经顺利逃亡、被封官许愿的祖逖，并不满足于个人进步的小日子，他的夙愿一直都是扩清中原。在20期里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在晋闵帝被俘虏之前，曾经传檄天下，号召天下诸侯进长安勤王。当使者来到江东的时候，面对皇帝的催促，司马睿以没钱没兵和江南有动乱为由，未能出兵。司马睿或许是希望闵帝死之后，自己能够继承大统再进一步，当然也可能是江东实力确实很微弱，难有余力来进京勤王。总之，江东无力北伐的事实深深地刺激到了祖逖。他给司马睿进言说：“如今北地百姓备受蹂躏，
大家都有奋起反击之志，大王您为什么不能带我们一雪国耻呢？但是只有架起锅子煮白米，没听说过架起锅子煮道理啊。司马睿确实没兵没钱，他又能怎么办呢？最终尴尬的司马睿给祖逖加封一个分威将军的名号，再拨给祖逖1000人的粮食和3000布匹，没有士兵，没有武器，没有后援，让他一个人去北伐。而祖逖却一点也不在意，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。他立即回家，组织宗族子弟和家属南渡长江，返回北地，准备收复旧山河。由此就引出了祖逖的第一个动人场面。祖逖在过江的时候，船到中游，感慨万千。他看着山河破碎，百姓涂炭，一想到神州陆沉和九死一生的北方，他热血涌动，敲着船楫发誓说：“我祖逖不能倾中原而复计者，愿同这大江一样，一去不回。”此时中原地方割据绝世复杂，除了匈奴人、鲜卑人、羯胡等胡人政权以外，还有西晋残留的军阀和流民武装，形成大大小小几十个、上百个五堡。祖逖过江之后，第一站先到江阴，在江阴建兵工厂，铸造兵器，招募军队，前后招募士兵2000多人。练兵备战结束之后，祖逖率领军队开拔，开始往地理位置更重要的地方进发。这一年，祖逖已经50岁了。当时，兖州、豫州及山东、河南等地有一伙豪强在此盘踞，带头的是张平、樊雅等人。他们占据谯城，据屋自保，有兵数千人。一方面，他们接受了刘琨的侄子北中郎将刘演的任命，两人分别担任晋朝的豫州刺史和谯郡太守。但另一方面，张平、樊雅只是名义上服从晋朝，他们事实上却又跟石勒眉来眼去的。基于以上判断，祖逖决定先拉拢张平、樊雅，拿下重镇谯城，做自己根据地。本来吧，像我们祖逖这种上层下层通吃的人物，拿下一个张平是轻松加愉快的。但是祖逖派出来的干部却把这件事儿给搞黄了。祖逖派遣参军殷义去拜会张平和樊雅，不过殷义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明明是来谈合作的，结果一进屋就开始找茬，嘴臭喷人。他看了看张平的屋子，说：“你这间屋子我看可以当马厩。”又看见张平供奉的鼎货，说：“你这个鼎不错，可以熔了，铸成铁器。”张平很诧异，也很愤怒，说：“这可是帝王的货，天下清平的时候才用，怎么能熔了呢？”殷义则是像吃了枪药一样，说：“你脑袋都快保不住了，还舍不得一个破锅。”这下可轮到张平彻底不干了，好声好气把你请进来，没想到你一来了就侮辱人，于是大怒，当场就在座位上斩杀了殷义。祖逖听闻变故，也别管谁对谁错了，杀人偿命天经地义，不为殷义讨个说法，以后在这片就没法混了。于是开始率军进攻张平、樊雅，然而打了1年没攻下来。既然强攻不行，那就上手段。祖逖策反张平的部将，借助内斗干掉了张平，然后再和盘踞在开封附近的另一个流民首领陈川合作，又扫清了樊雅，顺利开进谯城。此时司马睿看到祖逖打得有模有样，也开始给兵给粮食支援了。南中郎将王涵派遣桓宣来帮助祖逖。原本石勒派石虎想要围攻谯郡，石虎一看祖逖这架势，自知不敌，于是撤离谯城。本来蠢蠢欲动南下的石勒终于退兵，然而这个时候却出了内乱。陈春手下有一个将军叫李头，在跟着祖逖一起干活的时候，他相中了一匹马，但是不敢说。祖逖看出来之后毫无保留，当场就把马送给了他。被祖逖人格魅力感染的李头回到军营之后，各种称赞，说：“我要是能跟祖逖先生干，死了也值了。”李头的老板陈川听了之后很生气，杀了李头。结果李头手下的400多人出走，转投到祖逖的部下。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的陈川更是愤怒，他派人在豫州四处抢劫财物、珠宝、粮食，甚至活人他都抢。祖逖呢，则派人在谷水旁大败这支土匪队伍，缴获了他抢劫而来的各类物资，并且一样一样的全部物归原主。意识到祖逖与以往盘踞在此的任何军阀都不一样，陈川惊恐异常，随即率领残余的部队向石勒投降，冤杀李头，掳掠百姓，投靠截胡。在祖逖看来，陈川必须剿灭，就算有石勒给你撑腰，也必须剿灭。太兴2年，公元319年，祖逖出兵征讨陈川，石勒派遣石虎率5万大军救援。此战没有详细的记载，我们只知道
祖逖不按正常套路出牌，设计奇袭石虎，结果是截胡军团被祖逖击败，石虎大败而归，带着陈川撤离豫州，逃回襄国大本营。有一说一，祖逖先生的军事能力比起北方那个刘琨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这还没完，石虎临走之前让陶豹守陈川的旧城彭碑，驻扎在西台。然而此时祖逖的队伍也开进了彭碑，驻扎在东台。在旧城，双方军队一对峙就是40多天，粮草都很匮乏，僵持而下并不是什么办法。祖逖率先出招，他让人用布袋装土，安排人马假装运粮大队，一遍又一遍地往军营里运粮食，然后呢，再让人带着真正的米袋，假装是粮食重疾了、累坏了，倒在路边休息。陶豹终于还是憋不住，派人来抢劫这些粮食。祖逖呢，早就做好了安排，要求部队一旦看到俘虏，就立刻扔下米袋子逃走。陶豹的士兵缴获了一些粮草，但并没有感到很开心，相反，他们内心是十分的恐惧，心想：我们在这儿都饿了40多天了，人家祖逖那边粮食多到天天吃不完，这仗还怎么打？陶豹感到有压力，紧急呼叫石勒支援。石勒也很给力，派遣将领驱赶1000头驴来为陶豹运军粮。但是石勒毕竟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， 有时候甚至还很幼稚。祖逖先生必须要向他传授一点人生的经验了。石勒的运粮大队在过河的时候遭遇祖逖军队的伏击，不仅没能支援陶豹，反而被祖逖尽夺军粮。陶豹惶恐之下，连夜撤离彭碑，退守东淹城。随后祖逖命令部下韩潜进占封丘，压逼陶豹，自己则进屯雍丘。击退陶豹之后，祖逖又多次出兵截击石勒的军队。虽然这些战斗的细节依然缺失，但是结果依然令人振奋。石勒军团再次遭遇大败，甚至没有骑兵的祖逖竟然能一次性的大败石勒，惊奇万人。整个黄河以南大大小小的乌堡都开始归附祖逖。石勒在河南的力量迅速萎缩，大有退出河南之势。